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在即，中东局势重新洗牌，美国注定满盘皆输。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持续12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终于要迎来新的转机。近日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埃曼·萨法迪表示，叙利亚应该很快就能重返阿拉伯联盟，因为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同意这么做。而在本月19号，阿拉伯联盟峰会就要召开了。此前，外界推测，本次阿盟峰会很可能会邀请叙利亚参加，并且会在峰会上重新接纳叙利亚。而放大视野来看，这件事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整个中东局势的重大变革的导火索。那么，叙利亚重返阿盟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于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大家注意，我说的是叙利亚会重返阿盟，而不是加入。实际上，叙利亚曾是阿拉伯联盟的7个创始国之一，早在1945年阿盟成立之初就是其成员国之一。但在2011年，由于叙利亚危机的爆发，阿盟终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并且多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切断与叙利亚政府的外交往来。此后，我们都知道了，随着叙利亚陷入长达10多年的内战，整个国家被打得满目疮痍，超过1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此外，各方势力也将叙利亚作为棋盘，在此博弈。不过，随着俄罗斯的支援，摇摇欲坠的叙利亚政府逐步缓过神来。2019年，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卜战役中取得重大进展，整个叙利亚局势得以好转。同一年，包括埃及、阿联酋在内的8个阿盟成员国提出让叙利亚重返阿盟的倡议。不过，由于阿盟老大沙特阿拉伯并没有同意，所以此事也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但就在本月的第一天，包括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中东5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恢复叙利亚安全与稳定，并且要求外国军队必须撤出叙利亚。从这个表态来看可以看出，自从与伊朗和解之后沙特对伊朗的战略盟友叙利亚政府也放下了戒心。换句话来说，有了沙特的点头，叙利亚重返阿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国家比较尴尬，是的，美国。因为一旦叙利亚重返阿盟，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向叙利亚派遣军队了。阿拉伯联盟的宗旨明确写道，各成员国要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美国在叙利亚驻军很明显就不符合这一条，因为美军并不是被阿盟所承认的叙利亚合法政府邀请来的，而是不请自来。2015年，美军以保护叙利亚石油免受极端组织控制为由，出兵叙利亚东北部，并且扶持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来维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而叙利亚国内近90%的石油资源都处于美国驻军的那片区域，于是我们就经常能从新闻里看到美国军队在叙利亚偷石油的报道了。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通过在叙利亚窃取石油，美国每月就可以非法获利高达3000万美元。因此，尽管外界批评声不断，但美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叙利亚的犯罪行径。除了偷石油，美国在当地抢粮食、烧农田、派发带病种子的事儿也没少干。美国在叙利亚驻军从来都以保护无关，只与破坏有联系。而且除了经济利益，美国也将叙利亚作为控制中东的一个战略支点。从地图上就能看得出，叙利亚作为整个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无论是阿拉伯半岛，还是黑海，亦或是地中海以及西亚，都可以在此处交汇。控制住叙利亚，也就控制住了中东的中枢。因此，美国才不顾合法性，坚持在此地驻军。过去美国实力强大，在中东说一不二，各国也都是敢怒不敢言。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知道，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个转折事件，便是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美国的不负责任。而如果叙利亚加入阿盟，美国被迫撤军，毫无疑问就会极大的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但如果美国坚持不撤军，等待美国的只会是一波更大的反美潮。
好的，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